特朗普东亚行掏了一圈自己家的狗窝，给我们说了句谢谢之后，回去就立刻剑指非洲最大石油生产国尼日利亚。另一边，全球第一大石油储量国家委内瑞拉刚被美国锤的向俄罗斯请求军援。马杜罗依据2周前俄方才通过的俄委战略伙伴关系向俄请求导弹飞机和雷达的援助。俄罗斯反手就联合欧派克的8大产油国保持12月增产。全球地缘正前所未有的被一条经济主线紧密地串联在一起，即美国正在努力地调整美元潮汐，为霸权续命，目前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前面几起事件的逻辑原点其实就是美国没钱了，而且美元的流动性严重不足。美元潮汐的原点其实是全球都需要美元，且认为美元无风险，然后美元可以被联储通过加息降息抽回美国，顺便带来全球的资产。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美元的潮汐失调了，想要恢复周期就得从原点开始调理。第一步就是恢复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于是就有了跟欧日韩要了 1.7 万亿投资这一出，本质上其实就是让盟友砸锅卖铁，用真金白银换成美元，增加全球对美元的需求。而且现在还主打一个量出为入，去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正好是1万亿美元，赚是赚不回来了，干脆就要回来吧。其实给日韩定的这11000亿对美的投资，基本上就是去年美国的进出口的缺口。川普要求欧日韩对美投资真正的价值是，首先让他们变卖手里的其他资产换成美元，这第一步就能增加全球对于美元的需求，然后再投资到美国本土，尤其是制造产业上，就能增加美国国内的流动性。所以呢，就像特朗普拆白宫修园子需要 2.5 亿美元，然后大笔一挥签署了美国司法部因此前涉嫌对他司法迫害而给他个人的赔偿金，刚好也是 2.5 亿。川普要钱现在主打一个在不讲道理的这个范畴里是最讲道理的那个人，量出为入嘛。你看，真没多要你的，缺口多少我才要多少的，搞得狗子们要是不感恩戴德呀，都有点对不起他本可以更不讲道理，竟然还有底线的操守。那恢复全球对美元的需要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跟美国进行贸易。美国现在除了农产品出口就只剩资源出口了，怎么能又贵又多的卖给欧洲呢？大家就看到了，以色列在中东大打出手，同时开辟7条战线，甚至不惜对卡塔尔大打出手。美国之所以默许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可以提高油价。对委内瑞拉下手，我在9月30号的节目里就分析过，主要原因也是石油闹的。委对我们出口的石油几乎全部用人民币结算，这就使得全球对美元的需求进一步下降。打击委内瑞拉既可以炒高油价，又可以打击不用美元结算的石油出口国。美国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工业品出口国了，川普想搞钱，现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逼着欧洲买他的石油，油价涨，美国是最受益的。所以在中东默许以色列打生打死，打击全球最大的储油国，如今又瞄准了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核心因素都是油价，这个算盘是明牌的。所以俄罗斯现在还想着法儿的打好川普这张牌，自然不会轻易的对委内瑞拉提供军援，但是呢，去抢美国给自己的石油开辟的份额，那是一点都不含糊。石油的全球需求是稳定的，属于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情况。现在美国花大力气拔出了2个大萝卜，打击了2大产油国，石油的全球需求就大于了供给。这个时候呢，他本来是想要自己占坑里的，结果呢，欧派克和俄罗斯一起增产，直接就分走了美国自己拱出来的份额。美国如果折腾了半天委内瑞拉，结果石油价格没上去，出口也上不去，自然就釜底抽薪的玩不下去了。那大家可能就疑惑了，美国从老登开始就暴力加息，联储不断的缩表，美元不是都被抽回美国了吗？怎么美国国内会流动性紧张呢？美国不是国内通胀吗？怎么还不断的想办法让盟友把美元送回美国呢？有些观众听过一个高血压大战低血糖的梗，就总以为美国的问题跟我们的问题是同样体量和难度的，其实真实情况远比这种笼统的概念复杂的多。我们的低血糖实际上可以认为，我们目前在低氧舱里做波比跳都跳了3年了，偶尔有点眼前发黑，但是还能继续跳下去。而美国的高血压它不是均匀的存在在国内的，而是都往美股的这个脑血管里冲。